好，国民党的市议员杨志斗，还有要参选人被提名的陈冠安，去告台电跟中油董事长背信图利。为什么说你就赔钱呢、还要叫换 logo 虽然钱不多，但是你赔钱就应该1毛1都要省啊。那行政院有一个叫做专案融资增资计划，说帮助中油的亏损说呢明年要提1700亿的增资计划。并不是说中油怎么样能够节省成本、增加收入，而是说快赔光资本了，对不对？增资就好了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被告原因在这边？那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个聂永真了他台电设计 logo， 中油也改 logo， 那中油是98万为什么100万以下，它这个就不一样了超过100万招标的规则什么的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前年3月就评选了。然后全年4月底就委任了，所以到底98拿去了没有？我看是拿去了。中油出来解，中油讲的话始终模模糊糊的，台电也模模糊糊的，到底钱拿了没有？那中油现在说说呢，因为他现在亏钱，所以呢暂不执行那你钱给了没有？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台电中油要重新设计 logo， 所以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洪玉祥就说。你已经家徒四壁了，还要买名牌包，就是说已经都赔钱了嘛，你没有赚钱嘛，那台电说我们现在呢付了96亿，只会用于数位化的呈现，建物的招牌还是沿用过去的移右任版，他原来这个都要换的，因为被骂了以后呢，说好吧，招牌不换，那你什么意思？你招牌不换，要数位化换，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真的很奇怪那因为文化部长李远呢，就帮他台电这种缓颊了，说呢设计要回归专业了尊重人家设计嘛你们这些外行干嘛批评人家呢？最专业的是 AI。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叶元之就报说，怎么都是聂永真呢？台湾只有他会吗？其他都没有设计师了吗？台湾学设计一大堆，设计好的也很多他现在是说什么经济部啦、监察院啦、这个产业发展署啦。能源署啦、国贸署啦、台电啦，还有刚刚讲中油等等，怎么好像都是他呢？这个不很奇怪吗？所以呢，说因为聂永真叫做极简风包括台中的绿美图好像也是他到底怎么回事网友说实在也看不太懂了这个到底好在哪里呢当然这东西也是见仁见智了那另外呢，监察院的 logo 也是他操刀吗？说。整个经费是490万，监察院不是要废院的吗？我也不懂监察院然后加上这个又怎样呢？所以呢，为什么都是他？主要是为什么都是他了？那说呢，主要不止台电，不止中油，还有经济部、监察院都是聂永真操刀所以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台湾设计研究院都报给他了那庄瑞雄是民进党的。干事长党团，他说你们这些立委美学眼光大家没有期待，你们凭什么批评的聂永真呢？你们的美学眼光能够批评他吗？你们不要批评了那另外呢，这个台电的账单也是蓝转绿，那问经济部长，基本上说不知道说因为这只是80周年的期间限定款，就不是永远这样了，只是为了80周年庆转换了一下，我们看一下。在经济部次长赖建信的见证之下，退休老将前副总经理郭天和回国接任台电新任总经理。天和刚好在这80周年后的一个接棒，我们会依照总统的期许跟董事长的指示，与全体同仁共同携手。但台电80周年刚开局就不太顺利，才刚换96万的 logo，IP 浪费公帑，还有网友在社群上晒出最新一期账单，过去都是蓝色，换新 logo 也跟着变绿，赞叹果然96万的设计完美符合甲方需求。在5月开始，这个电费单它就是一个蓝绿色的一个呈现，这个其实是搭配我们80周年的一个活动色系。
不会有额外的花费。回应质疑有备而来，手上那叠账单，台电澄清原本就依用户分成蓝、绿、黄、紫4种配色，网友收到的是直到12月底的纪念款，并非既有的欠费版绿色，而是蓝绿色。但台电要极力澄清的还有新 logo 的未来用途，因为 logo 拍板是否也就代表跟台电有关的招牌、电杆、水沟盖，甚至是维修车、制服等，通通要再花一笔钱换新装，但台电明明就还亏损上看3000亿。新旧 logo 我们比如说我们会优先用在比如说我们的 app。名片或者是一些刊物或印刷品，而这会是因为台电的效应吗？中油最近也针对新 logo 招标，同样也由聂永真以98万元标下，但董事长紧急喊卡。同时也要考虑说，如果去改的话，要增加多少成本、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是蛮高的，你所有 logo 都要改。所以目前是暂停状态。中油目前累计亏损792亿，前车之鉴摆在那，中油撙节支出。来，伟汉，刚刚讲的这几个议题其实聂永真他的得标真的很多。我们讲台电一个，然后讲这个中油一个，其实看起来96万、98万那个都已经绝标了。应该都已经执行了，只是中油的图我都还没看到。那台电的图就导播现在秀这个，上面是1953年于右任于老他所写的毛笔字，当时只拿了2颗西瓜，好，那他没有拿什么钱。那下面就是96万的版本，可是观众确实没有错了啊，他这个标案叫做识别系统的优化设计。所以台电从跟聂永真团队合作以后，台湾电力公司那几个字，在他未来网络上或是所有的识别账单，它都可以运用。所以其实我也有看到，可能我必须说了，因为我并不是设计的专业，也有这个设计业讲说这样子96万不算贵，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现在问题是台电你是亏的，对，有人说很便宜啦，所以聂永真讲说我是招谁惹谁啊，这是第一个。当然，为什么这事情引发那么大的这个旋风，就是因为台电目前是亏钱的嘛。中油因为今年美伊战争关系亏更多嘛，还去买 LNG， 然后还要每一船补10亿，所以大家会讲说为什么要这个去做这个事？那的确大家可以去讨论。第二个，台电本来去做这个识别的时候，它就不是要把它全台湾所有的台电，所有的大楼、所有的这个电线杆上全部都改。那这样的话，那花多少钱呢？几亿都花不完啊。那刚刚所讲那个账单真的就是网友1月的时候还收到蓝色。但是5月收到绿色，他很生气，他觉得这个政府绿化了。可是台电其实有说明，有跟大家说，他没讲，我也不知道。刚刚导播那个图啊，那个在这里，那个主持人这边这张图，他说因为80周年，特别他们玩了一个所谓的创意，大家知道这几张什么意思吗？紫色的代表你是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的大户是紫色的。那如果是橘色的呢，就表示说你是银行扣款；蓝色或绿色呢，或者是蓝绿色呢，就是正常。但是如果纯绿色账单，就表示说你上个月没有缴，欠款的。谁知道啊？当然民众看到会有疑虑嘛，好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台中的这个绿美图在2024年的时候绝标，台中市政府就有说明了，我们跟聂永真团队完全无关。因为这是台中绿美图请了国际的设计建筑师团队，他去跟聂永真合作的。那台中有这个美术馆，台中也有图书馆。那现在在水南以前飞机场那边弄了一个，又是美术馆又是图书馆的绿美图。其实聂永真的团队他的风格都是这样。但至于说你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单位都被他得标，那人家会有这个所谓绿油油的质疑。但台中市政府这个案子看得出来，台中市现在目前并不是民进党执政的。来，谢伟，大罢免的时候你有角色吗？对啊，然后所有的这些公营企业你都得标嘛，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啊。政府呢的这个奖的唔白啊，听来料高6倍，对不对？你没有对症下药。他本来讲你说100多万、90几万不是大钱，可是你要了解，那你就给他钱就好，为什么要搞一个设计？这个设计一出来，后面整个涂改涂装了都要几亿以上的。那是因为代志别康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做。就光是把这个中油所有中油相关系列的这些全部改，你还开几亿，你敢知？那是因为今天事情爆了嘛。那你说你委托设计，那已经绝标了，然后设计稿也完成了，那你完稿以后，你说我这个我不会用，何解在你不用？你用了代志大条的。用就不是这98万、97万嘛，就是你后面整个涂装，你知道台电光是那个电线杆每一面涂装啊、擦啊、重新油漆啊，还他开几亿呢？
那一样嘛，你要把这个 logo 改下来，所有印刷品什么通通要，除非你就是电子档里面人都会想没开钱的，但是你只要所有的台电相关的电火条顶头遐，大家拢爱去改。台湾的电火条偌济，你敢知？所以这个事情就刚好发生在聂永贞，然后他在大罢免有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大家当然就会从政治去联想嘛。但我个人我是不会说很刻意说这个会有问题，但你民进党要酬庸要回馈，假较好看的啦，假料伤歹看的啦。我想啊，因为这件事情太荒唐，所以啊各方发言纷纷，非常的就多元啦。但是我觉得大家恐怕失去了一个重点。你看，所有这些 logo 要改的机构，都属经济部、国营事业、中油啊、台电啊，除了监察院以外，连经济部本人这个最高级长官也在里头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不是单独台电的事情，也不是台电总经理啊、董事长啊、董事会的事情，他们恐怕都不知道。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警察单位啊，我们的那个政风单位啊，或是还有以前的那个所谓就在管政战的这个系统，它有一条线，就是在这个要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有一条龙操作的中央厨房。中央厨房说，来做这些啊，所以终于也做了。那是因为刚刚爆发的时候是只有台电，那台电的原来的司机是于右任。那于右任是初期民国民初的人物，对不对？现在都100多岁了哦，所以晓得谁是那个于右任的很少哦。我当然认识这个人，但是我当初也不会欣赏他的草书。我听见老了以后才想说，还不错哈。所以呢，我上个礼拜我有一个这个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这个背后这个动心起念捏这个头的说我们来做。这个人啊，恐怕有一种去中脱华的意识形态在背后。但现在因为中油也进来了，我就还要进一步去研究说中油原来的制机是谁的，但是呢，不管你怎么讲啦，这个就是不务正业的小事。因为所有的国营事业所面临的困境、所面临的债务、所面临的将来如何处理。大到一座山啊！你现在这个在山的下面的一根小草啊，溜起来啊，跟另外在这个小草，不是很无聊吗？中油老员工原来就跟我反映了，在台电之前就有反映，说中油想改，他想改啥？不是改字啊，他把那个火炬有没有？中油那个 logo 有一个火炬，那多少年的，他们想改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不？他现在不改，他要改嘛，他就去掉嘛。你大陆来的，我通通给你改掉了，不要用这个东西了。中油的名字都改过了，你们忘了？对，中油名字都改过了。台湾中油。不过这东西就我常常讲，人算不如天算。中油倒霉在哪里哈？倒霉在天然气。天然气最近不是涨价吗？原来天然气不是中油要进的，是台电要进的，因为发电是台电要发电嘛。中油就跟台电争，说这个能源是我。好不容易争到了，争到天然气进口了。那现在台电亏损了，所以中油得吸收，你不能就到台电去赔啊。所以中油要吸收，所以搞得两边都亏了。你当时不要去争那天然气，让台电亏死，你中油还不亏，对。但是你要去争那个天然气，争到了，争到未必是福。休息下再回来。好，最近呢，这个护理师抗议护病比啦，赖清德宣布3班护病比520明年提前分阶段实施。那分阶段怎么分阶段呢？就是比较病理师比较不缺的就先实施，病人缺的也不敢实施啊，怕实施以后病理师更不够啊。卫福部长说你们怕跳票对不对？就再投赖清德被骂了，就真是无聊这你就讲这个干什么东西呢？那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委员说，你这个不要耍嘴皮嘛，就是讲这很无聊。本来在讨论事情的那这个赶快卫福部长今天灭火，说本届总统任内一定会上路。他原来意思就是说本届不会上路，所以你们继续投他，他连任了，那他任内就没有食言啦。这什么个逻辑？
我不懂老沈，照讲你们学医的都考大学分数都不错的。你等一下给我机会，我替他讲话。好了，理论上讲逻辑应该很通的嘛。那他现在又说了，任内会上路了，所以就没有下次选不选他的问题了。哦，就没有跳票不跳票的问题，是这样子了。随着任内，赖清德啊，这一期啊，这个任内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当时说你们如果护理员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卓荣泰就说，哎呀，因为政策有延续性了哈，也是讲一些不知道什么不通的话。蒋万安说，照顾护理师是政策，不是筹码嘛。本来政策就要这样做，你赖清德上次选总统就提出来这个政策嘛，那你政策不达不到，那你上次干嘛提呢？人家选你可能为了这个，那你做不到，又说你再选我一届，我下一任就任内可以，这就是不跳票，所以这变成筹码了嘛。哦，就你投我就继续干，不投我就不继续干。哦，可以这样子吗？哦，那民众党团说啊，法律都3级通过了，怎么还有什么2年以后才实施呢？那你比法律还大咯，你会副部长咯。哦，所以就说医护的困境，因为护理师不够，现在真的很麻烦，很多病床开不出来。你现在就失焦了，变成你一个选举员，就变成啊赖清德到底要不要继续干，到底有没有这个实言政见能不能贯彻等等，变成这样。我们看一下。石崇良部长，这个绝对是失言，连自家人都挺不下去。吴佩口中的失言，指的是石崇良前一天的这段话。如果怕跳票，就再投给总统，他就一定会落实嘛。3班护病比争议，总统被质疑政策跳票，没想到石崇良的解释引来更大风波。我相信赖清德总统本人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护病比是我们向来长期在努力的事情。石崇良部长是非常专业的，既然有专业，那就不要在备询的时候耍嘴皮。全程质询，卓荣泰不发一语，但前一刻卓奎才替石崇良缓颊。政府的重大的政策都有其延续性，所以我们会在3班护病比入法之后，行政院、卫福部跟所有的医师团体、医护团体，我们在研究如何让未来的配套能够更为完整。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哈，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这一次石崇良小心翼翼，毕竟除了自家人发难，民众党团有备而来。记者会最后实不相瞒，赖政府当官好轻松。好，我们认识了20几年，我发觉你正在步上薛瑞元部长跟卓院长的后尘。前者是凡事装不知，后者是你自己去解释法令。陈昭姿的话不只是以立委身份，也是好友给建言。老陈要替石崇良辩护来讲吧。石部长是这样，这2天啊，他犯了2个低级错误，一个就说你们怕跳票，2028再选总统连任啊，这个是为人助选，你知道吗？怎么可以这样讲？逻辑是不通的。那第2个错误就说啊，你们不满意我啊，告我啊！我觉得没有一个部长敢对这个群众说割啊割啊，这2个是低级错误啊。但是我就说出来了，我跟他私底下我去见过他啊，谈了好久。我觉得他基本上他专业没有问题，还有呢，他诚实啊，他不会想从这个敛财，他不会做坏事。但是他犯了低级错误，可见是他涉世未深啊。他如果涉世更深，有比这个更恶劣的。那他不厚，他不脸皮厚啊，他不黑啊，他只是幼稚而已嘛。但是我现在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3班立法要往后拖2年？那我一直讲说，你下决心就行了嘛。你算过，要的钱并不多啊。他现在就是钱跟人的问题，因为他钱不给啊，所以人不进来，因为有1/3的有照的护士在外面流浪，将近市场。对，所以你钱给了，这些人回归，你不需要去说放松考试标准啊，或者是护理学校加班啊，都不需要。但是所以你要处理的就是钱啊，因为钱没办法啊。你现在你如果用强硬的手段，非做不可，而且没有2年的缓冲，马上做，你晓得大医院会怎么样？大医院关床了。现在已经关了，不要说以前，是几年前就有医院关床了。你不晓得关床哈，你不晓得关床的道理在什么样？关床以后，这个护病比就起来了，
你懂我讲？病人少了嘛，床少了嘛，因为床少了，病人少了，护士就显得就够了嘛。所以大医院算的结果，我与其要自己掏腰包给护士小姐、给护理师的高薪啊，我不如把床关掉啊。但是呢，部长，这个卫福部最怕关床，因为你一关床啊，不得了了。你去台大医院，你看连那个大厅的旁边都放着，都在等床的人就躺在大厅的旁边了，所以他就怕关床，又舍不得花钱，所以他就想一个很卑鄙的手段，就是要让年轻刚刚毕业的考试从宽，让他进来便宜的喝了，削给护理人员的喝啊。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啊。说到钱，没有多少啊。比起1.25兆小事啊，比起3800亿小事啊，比起7500亿小事啊，那为什么不变？不是，他这个就在政府的心目中，这个不是顶重要啊。怎么不重要？这当然很重要嘛。为什么？我跟你讲现在19万多人从业了，考上照的大概将近32万。是啊，不是没有人哦。对，那19万人，我就讲说很简单，就算20万好了。1个月给1万，直接汇到户里面，这是我当时选副总的政见，对不对？1年也不过，你看20万也不过就200亿嘛，1个月嘛，对不对？1年也不过就240亿，了不起了。政府拿不出这个钱，你愿医院关床，你愿病人在那边等床等不到，不是很奇怪吗？不，我解释给你，我解释给你，这个钱是要来自健保的总额以前护理师的钱。没有特别预算他是算病房费，把用人费当做病房费，现在单独是，但是呢，它总额没有办法。我猜了，健保费现在也高了，1年到9600亿。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就不用健保，政府补贴一下会怎样呢？会死掉啊！如果政府可以1年花1000亿去补贴台电，为什么不能补贴医护人员？我知道了，它其实对于健保的这个价位的结构费用的结构可能会做一些很大的一个调整。可是这就是卫福部长要去解决的问题嘛，不是吗？那么刚刚这个沈大佬帮石崇良说话，说他专业啦，然后不会贪啦。我觉得专业或许在医学医药上面够专业，但我必须说，我跟他的接触的情况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骄傲的公鸡，所以他会犯那个低级的错误，什么你们来告我啊，然后去耍嘴皮子说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大家再投赖清德一次啊，他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恰恰就是因为他的骄傲，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今天血汗医护当中的问题非常的多。那3班护病比其实只是解决了冰山的一角，我们都知道，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你必须要用相对比较多的薪水，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投入护理工作，然后投入了护理工作之后呢，那么自然而然的每一个护理人员他所承担的那个压力以及病人的这个劳力其实就会降低，那自然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正面的循环，而不是继续的恶性循环。这个道理我们通通都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今天卫福部长该做的事情是努力的到行政院主计总处去争取这笔预算，而不是说2年后实施，2年后反正也不是他当部长。就是如果你只想当官，就不要跟我讲专业，因为你不专业，所以你才会想当官。今天石崇良的问题就在于此哦。如果他真的够专业，他就应该凭着他的乌纱帽，然后去争取预算，解决护理的血汗护理师的问题。可他今天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才在国会里头去跟别人耍嘴皮子，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干就能够过关。其实这种人其实当了官很讨人厌的。不，我的想法是这样医疗人民的健康对政府施政是很重要的嘛。对，那为什么一定要全部用健保自己来支出？劳保政府补贴多少钱？劳保补多少？1年补贴上千亿啊！对啊，那健保为什么不能补贴？为什么非要从这里面去挤？不但是护理医生很多次也被压榨嘛，也被挤压嘛。就这个，对你真的不行，好钱不够，你又不愿意加健保费，怕影响你的选票，就补贴一下就是了嘛。你这样，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前年不是通过健保点值到0.95吗？你知道等于国家1年就给整个医疗体系多了700亿1年。可是医生跟护士有多钱吗？没呢，就医生跟护士没有多到钱呢。可是我们政府这就2年前通过的这个健保点值到0.95的时候，1年是多给整个医疗体系700亿呢。那钱去兜。我有一点跟你看法不一样。你说吧。所有的补贴都是错的。
哎呀，对，就是你因为不愿从根本去治疗，后面具宪法的处理方法他就不愿意，那怎么办？那你再不愿意，你钱不够，那怎么办？那你只好你去当行政院长，我教你怎么做。你劳保为什么一年补贴上千亿？就是中油、台电为什么补贴上千亿？他不敢动它嘛。休息一下再回来。淡江大桥通车典礼，侯友宜说没有受邀了，这很奇怪啊，那就所以呢，这个我看议员就批评了说呢江宜臻就说中央收割，你只把新北当提款机吗？侯友宜是新北市长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桥，那卓荣泰说9号上礼拜6那才叫真正通车典礼啦，侯友宜有去啦，今天呢今天叫做正式通车，我也不懂到底是怎么？那你只有一个嘛，一个要搞几次啊？就是官场的陋习，一鱼多吃嘛。好吧，但是呢，这个陈世凯说，现在只是内部祈福拜拜仪式，不要不开心，要拜几次啊？好不好？那另外呢，因为地方没有参与了。侯友宜出来说，侯友宜蛮风度说，淡江大桥是大家的，是大家的，也不是光我的，也不是赖清德的，所有要通车人的是大家的，那新北市政府说，交通部还要淡水巴黎2区区长不要参加，那也很奇怪，这区长也蛮重要的淡水到巴黎这都很重要嘛那苏巧慧有讲了，苏巧慧说这是新北的大事了，交通部实在应该邀请比较好了，侯友宜刚不邀请了我觉得苏巧慧不错那洪孟凯说你这个交通部长不到立法院去淡江大桥摆拍你个人的宣传比国会重要吗？国会是最重要，你交通部长在干嘛呢？不尊重国会，缺席总质询什么意思那国民党的议员江宜臻就说呢，这个人民不要摆拍部长而且居然还向国会请假，看一下。我们的典礼应该大家都很开心。说否到一半直接被打断。那今天我们是内部的一个拜拜祈福的活动，那所以也没有邀请任何的民意代表。那我觉得这个是地方的喜事啦，这件事情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不开心的事情。陈世凯尽力安抚，并在维安的护送下回到管理中心。在地民代不满淡江大桥通车祈福，自己怎么没被获邀？我们代表我们百姓来这边祈福，给我们来拜一下也不行。帮忙沟通，帮忙协调。我们交通部如此的蛮横，如此的无理。新北市政府指出，公路局原本有邀请八里区公所，却没找淡水区公所，还是八里端跟淡水端说，对方才知道自己没被邀请。结果5月11号晚间9点，公路局来电给双边说，请都别出席。淡江大桥是大家的，通车是新北市政府重要的事情。同样没被邀请的还有侯市长自己，同党议员抱不平。淡江大桥的总建设经费高达了200多亿，新北市政府就负担了70多亿，有争议就闪躲，有功呢就收割。我也没有被邀请啊。前天晚上，总统、我个人还有新北市侯市长、副市长等人和多位的立委都到场了，那才是真正的通车的典礼。觉得是5月9号的通车典礼晚会，而因为交通部长陈世凯12号早上出席通车祈福，无法赴立法院总质询。即便是简单的祈福仪式，其实交通部都应该要邀请在地的新北市府官员一起来参与，其实比较理想。我希望未来交通部在做事的时候可以更周到、更圆满。要选的苏巧慧从地方角度出发，跟中央不同调。淡江大桥通车前，谁有得去，谁没得去，成了意外焦点。来，伟善。其实很清楚吧？5月9号的晚上就有一个正式的通车典礼，大家都排站，总统也去了，行政院长也去了，那个市长也去了，都这样站成一排，都剪彩了。那天还有光雕秀，弄得非常的就棒。而且这个整个通车大桥的行动，淡江大桥基本上从4月初开始，基本上就有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家可以上去走走啊、踩踏啊。那其实今天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重点嘛，它就只是一个通车，就让大家正式车子可以上去，正式开通，它不是叫做通车典礼。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吵，就这是个政治话题嘛，我觉得很无聊，所以并没有不尊重侯市长，其实侯市长也参与非常多的活动了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开心一点不要再做这个政治口水。今天一个骑摩托车的先闯进去，吃了4张罚单他就要变成第一个进去。来，我怎么4张罚单那个阶段的嘛？进去1张，出去1张。总结来，伟汉。
你访问过那个交通部长？淡江大桥非常重要哈，你为什么变成淡水名人？没有，因为我以前住在淡水啦，我住很久的淡水，而且这个大桥我是一路看它盖起来的，因为我儿子在那个地方念书，然后他在那边驾训班，所以从无到有。观众朋友，这个桥确实不容易，新北市政府、交通部、公路局各方的意见，因为淡水人最清楚，我在淡水住了那么多年，淡水人一开始是反对的。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淡水的这个夕照是台湾的所谓八景，但是盖了以后没有了，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哦，就没有了吗？这座桥没有，因为它呢特别找了设计家，他并不是在中间有一根柱，它是这个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所以特别难，所以这个桥很这个工程不容易，对，那这个伟汉是新北市议员嘛，确实已经至少搞了1个月了啦。就是大家去对有对你还是其中的路跑，你还参赛嘛，对不对？有路跑，然后有大家上去那边算是庆祝活动就是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这个礼拜6，好，其实我本来也要去，因为太远了哈。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就是刚刚所讲的，我们就不特别去把这个政治带进来。5月9号真正的淡江大桥的通车典礼，这个是陈世凯部长嘛，这是卓荣泰院长，这个是赖总统。侯友宜市长不可能不叫他啦。如果今天从头到尾就忽略新北市政府，那我觉得也真的是不会被接受的。可是今天早上11点半是干什么？就是车要通了。其实我觉得，如果那样都不要去，对啊，时间到就拉开就好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嘛。那因为呢，因为交通部长他觉得说我可以去，所以他在今天立法院就有开会的哦，是卓荣泰他去立法院开会了，这边就请假，由市长出席。那回过头来，刚刚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有新北市的议员讲说，那也不搞就。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我觉得苏巧慧的那个说法，他也没有再去跟大家解释那么多了。如果今天是时间到以后，把封锁线一拉开，没有任何官员到场，直接通车，那就这么办。如果有官员到场，那就通通邀，就这么简单。那因为没有邀新北市，也没有邀中央官员，甚至连地方的里长都没叫来，所以引发了一些争议。我觉得新北市上面可以对啊。对啊，对，淡江大桥扎哈哈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设计的这个作品哦，其实这也是他留在世间里头，因为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坦白说啦，这从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你要知道那个是6年国建计划当中的计划，一直从1980年代到现在40年了，终于盖成了这一座大桥。我觉得我同意，就是说，因为上个礼拜6有一个通车典礼，我也并不赞成说一天到晚举行通车典礼。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要通车，已经知道它完成了，已经很久了。那可是今天是正式的，等于是揭幕嘛啊？如果今天正式的揭幕，他如果说没有任何官员到场就揭幕了，那其实记者到现场拍了照了。这件事情也就完成了，但是陈世凯自己要到现场，我觉得关键在这边哦，是陈世凯自己要到现场。原本通知了八里区公所，然后让八里区公所通知了八里的这一些里长，然后呢，淡水区公所的这些里长通通都不知道，所以呢，后来呢，八里区告诉了淡水区，淡水区因为它其实是接通八里跟淡水嘛，所以淡水区的里长们就抗议了。干脆陈世凯说：“那我一个人去，我做独人秀，我做一个人的单人秀，其他人通通都不要参加，连里长也不能来，然后连市议员都不能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的就是败笔就败在这个地方，因为陈世凯想要做单人秀，如果他不是单人秀的话，然后所有的里长啦，就更基层的嘛，我们就不要再有什么院长啦、市长啦，这些通不用，那我们通通都是这些里长啦、这些市议员啦，我觉得他也会成为美事。关键点就在于陈世凯想要做个人秀，不但因为这个桥的难度是很高的，真的哦。因为我同班同学在美国，他们专门做这个设计的哈。他说，因为台湾多风灾、多水灾、多地震，随着时间的流失哈，河床会慢慢的下沉。对。那这个桥的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那个其中一处，集中在那个高塔承受。哦，那他也相信，那么我们也希望了，从当时设计到施工都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随着时间哦，你那个。当地层下沉的时候，你那个撑要撑得住，就要再回来。彰化，哦，彰化是除了6都以外，台湾人口最多的县，非常重要哦。那彰化到底谁选？说明天就可能。要提名魏平正，听说哦，真的假的不知道。
那萧景田呢，叫彰化去当了国民党的主委了。他说魏平镇渴望获得国民党征召去选彰化县长。那谢依凤就很不爽，因为谢依凤原来民调是高很多，比民进党的，但是因为家里啊支不支持啊，弟弟啊什么还给搞的。但是谢依凤就说，空降要赢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本来彰化国民党应该可以取得，现在县长也是国民党嘛，但是这样会不会怎么样？现在不知道。那本来有规则，现在搞到没规则，所以前彰化县的副县长柯成芳，他说国民党彰化县长布局不能够黑箱嘛，你为什么就突然就征召一个魏平正呢？为什么？而且彰化那3个吧还是4个，他们自己讲好说我们应该从我们这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应该从外面来。那现在显然要从外面来哈。那另外呢，高雄的前议长曾丽燕也说呢，他觉得赖瑞隆不错，就被人讲说柯志恩那边选了，你怎么去支持赖瑞隆民进党呢？他说我是礼貌性的场面话其实我还是支持柯志恩的。柯志恩就说：“哎呀，我们跟郑丽燕关系很紧密，外面不要见缝插针乱做文章。现在选举真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话都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布局2026的县市首长选战，目前重中之重就是彰化县长人选还没有决定。目前党内的焦虑是逐渐的在升温，因此呢，县党部的主委萧景田就表示了，党中央在本周3公布征召人选的几率相当的高，而他也推荐由国民党考纪会的前主委魏平镇来参选。而且呢，魏平镇的看板也已经挂在许多的乡镇市的重要的路口。不过外传呢，现任的县长王惠美其实他属意的呢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不过刘和然再三的表态，他没有意愿要返乡参选。而萧景田就强调了，已经强烈的建议党中央本周3一定要公布征召的人选。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回答，但他认为提名的几率相当的高。不过听到这个消息呢，一直争取呢希望可以参选的立委谢依凤，他就相当不满。他说了自己的民调除了是最高的人选之外呢，他也再度喊话党中央，如果靠空降人选获得选民的认同，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依然是蓝白阵营最强的候选人，不要轻易排除在地的深耕人选。谢依凤也说了，距离县市长的选举只剩半年多，他必须再次向党中央喊话，选举就如同作战一样，一定要一鼓作气。我相信未来嘛会当是一个同好的这个市景嘛咱加油啦谢谢。能获国民党议员的公开称赞，赖瑞隆乐到心花朵朵开。瑞隆伊无咧讲我是国民党的，我拜托伊的代志拢甲我做甲好势，伊拢无嫌。这算是公然倒戈吗？毕竟发声的议员曾丽燕不仅担任过高雄市议长，还是5连霸的资深议员，继承实力不容小觑。吴议长过去对前镇小港，他本来在问政就不分蓝绿，就事论事所以他应该是有长期的一个观察。他们对我的肯定支持，我想也表达感谢了不过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持续大家不分党派的持续来服务乡亲，持续来建设高雄。不过柯志恩不给对手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像我今天早上已经跟我们的曾前议长已经沟通过，打过电话的他对于昨天他这样的发言，他有点错愕，他也觉得有点很不好意思，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还有特别的澄清，那就是一个在一个某个协会里面，他就是讲一些非常礼貌性的一个回应曾丽燕也急灭火，连书发文喊出希望柯志恩能翻转高雄，强调全力支持柯市长，积极澄清，就怕真当上猪队友。来，伟山。我觉得现在在国民党的内部真的是乱糟糟啦。至少在我们看到大家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利益存在，所以这在造成一些彰化就是完全现在没有提出任何的候选人。这代表在国民党的内部，其实这个公共事务其实不重要，如何带领彰化也不重要，个别私人的利益其实是比较重要，所以才到现在没有办法推出一个候选人。其实，在国民党内其实很难看到这个状况，因为照理来说应该都是大家抢着要啊，就这种互相扯后腿，这个真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天性啦。回看彰化真的非常复杂，我们节目谈彰化谈了不少次了那现在目前是这样真的是5告好长5个，谢依凤、洪荣章、柯成芳跟洪荣章是副县长，他们其实地方有经营，全国知名度有没有那么高？没有。谢依凤是高的，
民调也是强的，谢家誓死反对。弟弟出来讲不要，爸爸妈妈在旁边说不要，结果呢，大家党中央去问，郑丽文主席也上节目讲说，应该是就没有他了。那他怎么办呢？谢依凤没有放弃的情况之下，另外2个副县长目前看起来也被慢慢的遗忘。魏平镇是临时更换上阵的新任的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的，魏平镇看起来有可能是他。那但如果是魏平镇，那另外3个人怎么办呢？那3个人讲说，我在地方我是现任的立委，我是之前副县长，你给他空降一个。好，那最后一个是刘和然，如果说5个嘛，刘和然其实基本上是现在的县长，我了解了哈。王惠美她最想要直接就这样，我背你高后裔，我全部就支持他。可刘和然有很多考量，他议员也不高，所以他不要。所以以这样状况来讲的话，我刚刚所讲的5个人，他并没有扭成一股绳。那不管是提谁啦，如果以现在这个状况，就算谢依凤跳出来了，民调已经被陈淑叶超过去了啊。所以我说彰化这一局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现在就变成要的人不给他选。不要的人又希望他选，那变成这样，这个很奇怪嘛。来，龙介，王惠美最信任的大概是洪荣章，他干他的副县长的时候干得有声有色。可是洪荣章因为他长期他很扎实在派系里面，也没有人反弹他。可是就是因为知名度不够高，碰到这种选举哦。基本上也不是没有机会，可是党中央现在就是说，他要一个有派系背景，但萧景田大概就是全力支持魏的。那这样的话，就一个派系，那彰化是几个县市里面派系是最多的一个，那你能不能摆平？光是1、2个派系支持也没有办法。那王惠美当然她是现任的，既然只要有候选人。每一年每一届的县市长都是5月这个时候才开始提名，从连战那个时候李登辉之前都是5月才开始作业提名嘛。因为今年民进党比较早，对，所以大家配合着提前了。那只要彰化啊，在整个王惠美的支持之下，然后派系整合能够成功，还是大有可为啊，没有那么悲观了。不管是任何，因为现在台面上这5个基本上形象都不错。那谢依凤是因为背景就是家里你看陈廷辉要选，他就叫他妹妹不能登记了嘛。那你不可能，你选县长，你弟弟又选议员，不要说议长了，选议员都不行了，所以他就很难被出现嘛。所以彰化还是一样，国民党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越被媒体凸显说你是在乱啊，那乱中又无序，那就真的会变成没有机会。其实彰化的现任县长王惠美评价是很高的，这了锦鹤啊，而且我跟他也接触过，他是能力很强的，也很有魄力的，认真哦，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县长哦，有点可惜现在搞这样。这么讲话，这个就是你讲的，一下比太到会啦会地啦，哦，一时被杀到鲜血淋漓嘛，啊，那谁要负责任呢？郑丽文要负责，萧景田也要负责，那个谢依凤的弟弟、谢依凤的父母都要负责啊，搞到哦。党中央没有权威，萧景田出来插一脚。我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个周末这5个人就很快速的2天内做个民调，提名那个民调最高的就解决了，不可以吗？这样才好，这样大家不会灌票啊，就听我的，周末做民调。安怎？做民调对谢依凤高啊，就不要贴谢依凤啊！为什么？卡底下立夏，你再讲一次。陈立文主席就讲了，没有这你算什么？大佬不是这样，就是说提了谢依凤的民调最高，但如果你真的提他征召他，他不会当选，很难啊。为什么？他弟弟坚持要选啊！哪有你姐姐选县长，那弟弟又选议员，要干议长？开玩笑。阿雷多金价他没关，这如果我当主委，我也不可能这样做。再说了，一定会事先谈。再说了，提了再说，你怎么想他弟弟会这样开除党籍？哦，我觉得任何人在评论地方选举的时候，还是对地方的政治生态有些了解会比较好。但是呢，我觉得彰化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比较觉得曾丽燕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曾经有过辅选的经验哦。就我对于呢民进党这一种就是呢，他没有真正挖到墙角，可是塑造墙角胰岛的那一种形象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现在中央执政嘛，他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些协调啊什么等等。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辅选朱立伦，他在第一次选县长的时候，在选前1个礼拜，桃园对桃园县长的时候，
选前1个礼拜，陈水扁他那时候是总统，约见了地方上非常重要的大佬，非常重要的大佬，客家大佬。然后呢，进了总统府，还拍了照片。我们事后才知道，然后吓死了，连夜去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了把那个照片找来，然后呢去做了一些事先的准备，然后请他先告诉他说你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有多大，然后也请了